這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佢邊先默默喺度等人繼續來關注嘅是拜登同川普在個對決。有請到嘅係電視台後嘅國關中心楊金城教授為大家來做解釋。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這次我們講這個拜登川普再對決哈，當然在我們錄影的當下，就是辯論還在進行中，但是我們播出的時候，這個辯論已經結束了。對，但是我還是想請老師先聊聊說，因為尤其是現在很多媒體都觀察說，這一次的辯論的時間點非常早。對，以往都是說，選前大概2個月左右才會有這個辦電視辯論哦。老師會不會就是正好也凸顯出現在？美國人對於這2個人的方向，其實想要趕快提早了解一下。老師你怎麼觀察？以前就是說，不管怎麼樣，總有一個人是還沒當過總統嘛，那會提出他的一個願景。但這一次這2位都是前後任的總統，大家對他們已經很熟悉了。那所以你說展望未來4年，其實也沒什麼好展望，大概就知道他們會做些什麼。但是要知道，就是說你能不能夠做這些事情啊？就是因為剛好這2位總統年紀都是80上下嘛，啊，所以大家會擔心到底能不能夠完成。那對拜登來講，當然最大的挑戰就是他在這個辯論前，這個熒幕上面給大家看起來的表現是怎麼樣？會不會真的是氣若游絲？然後呢，這個邏輯都會有出現一些問題，甚至該忘的東西會忘掉了。結果看起來好像還好，因為上面也講了，你也不能帶小抄，對不對？啊，什麼都幕僚，對，什麼都不行。那所以感覺上他還一氣呵成，反而是川普前面那個講話比較短哦，就是你的時間都沒有用完啊，拜登用的時間還比較長一些，所以這個對拜登是有利。可是呢，拜登也沒辦法來回駁，就是反駁啊，川普所講的一些問題，就是說，哎，你說啊，是你上台經濟很好，可是川普就認為說，我把整個的基礎弄好了，結果你上台之後啊，你們把 COVID 搞成這個樣子，然後變成是啊，這個整個的 inflation 啊，通貨膨脹那麼高，然後再加上我覺得說啊，因為現在的美國的這個利率比較高，所以大家房價也在上面，所以很多人年輕人是買不起房子，房子也不夠，蓋的也不夠啊。所以這個基本上這些議題，我覺得啊，當我們看到美國的選舉辯論的時候，你就知道美國人啊，大概有8到9成最關心的第一個議題就是經濟嘛。那我們在台灣可能會覺得說，哎，外交議題很重要，不是，他們一定是經濟，然後對民主黨就是趁勢要打這個墮胎的議題，共和黨要打移民的議題，所以我覺得 CNN 這2個問題都問，那也蠻公平的，但是經濟絕對是首要了。是，老師，你怎麼觀察？說就是因為這次的主題，我們還是它的內政問題比較重要嘛？尤其像是最近這個拜登在這個美國邊界不是有一些開放的政策嘛？而且也讓他們在這個辯論會當中有這樣激辯的跟討論。你講到這個墮胎跟移民的問題，是不是現在也是纏繞着美國社會、國內社會輿論討論一個很大的？我覺得這個其實移民的議題啊，過去200年來一直都有啊。這個早期最早的一批沒有問題嘛，就是從這個革命時期啊，從歐洲、西歐、北歐來，那這一批移民比較這個同質性稍微高一些，所以當時他們並沒有太多，只有就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一些矛盾。可是美國最大的一開頭面臨到的移民問題，就是啊，19世紀啊，大概1840年左右，愛爾蘭來的移民。啊，因為愛爾蘭發生了所謂的這個洋山芋、洋芋的這個欠收嘛，所以很多人餓了，就都移民到美國。那當時就有覺得說這批人來搶美國人的工作啊，然後這批人又是天主教徒啊，跟美國的主流的基督教不一樣，所以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到了19世紀下半期，對中國的移民。對其他地方的移民都是有同樣的問題，都認為說移民來就是搶了我們的工作。拉丁美洲的，那你看，如果包括甚至你去想一下，美國其實現在的很多的共和黨的支持者，有很多是拉丁裔的哦，也有部分我們最近看到川普真的是特別是非洲裔的男性，很多支持川普啊，那。他們是少數族裔，大家都認為說少數族裔應該挺民主黨，不是哦，他們也認為說新的移民再進來搶了他們的工作，所以這個是長期以來美國的一個
选举政治里头长期存在的一个议题，但是每一次都被美国消化掉。就是说，移民进来到最后，其实最后的结果对美国是有利的啊。就是你看，美国不需要像欧洲或者甚至像我们讲亚洲，包括台湾在内，劳动力啊，劳动不是我们就是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很严重嘛，对不对？美国是人口始终在成长当中，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也开始到顶了，就要开始减少了啊。韩国、日本、台湾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负成长的，欧洲也是几乎都是打平的，只有美国。因为美国有这个吸引力，那不断的有人口进去，而且很多时候是一些人才可以帮助他。那但是大家目前是看不到。就是因为现在眼前看到是你强调工作，所以这个是永远存在的一个议题。但堕胎的议题是最近就是从1973年以后慢慢一直存在过去50年的一个议题了。这堕胎议题会不会也是会影响到一些投票意向？我觉得会影响到，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那我们讲说，从20岁到40岁，这个或者美国讲18岁嘛，投票权18岁到40岁，就是他还有生育能力的这个年龄当中，他们不一定会选择堕胎，但他们要保留他有这个选择啊，就是我万一真的有必要，我不会受到限制，我不一定会做这个事情，可能我也真的很不想做，但是万一在一个不合适的情况，我怀孕了。我是不是有这样的选择？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说，如果你住在现在限制很严格的德州或南部一些其他的州啊，我甚至我怀孕了，我都不知道，然后呢，我就不能堕胎了啊。比如说5个星期之内，5个星期有的时候你月经慢了一些，你可能都会觉得说没什么，结果发现已经那在德州就不行了，然后你还要申请到外州去，然后还要请假安排。这些都是不方便，所以我认为这个议题对一些职业妇女来讲，确实会让他们对投下共和党会有一些保留的。老师当然讲到刚才讲到这个移民问题，当然就有关于美国安全的问题嘛。对，那其实拜登常常批评川普说是民主的威胁，对，那川普刚好反过来说，我才是站在民主威胁的对立面。老师，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到底？谁现在好像也在比拼谁更爱美国，谁更保护民主？老师怎么观察？我觉得这就是说，蛮有意思的啊。最近不仅是川普要为自己的这个所谓过去可能支持这个1月6号的这个挑战啊，然后呢，大家认为说还在打嘛，然后大家认为他不够民主，不尊重民主的机制嘛。那可是他现在他有他的一批支持者，竟然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也是川普最近过去几年，他们共和党常提说，美国不是一个 democracy， 不是一个民主，美国是一个共和，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是共和，所谓的共和，我们在台湾就讲起来都共和国，就是新加坡共和国什么国共和国，你讲得很清楚。可是到底共和国是什么意思？共和国就是代议式的民主。那如果今天是代议式民主，那你更要尊重国会了啊，更要认为说国会就是人民选出来的，那而不是说用。就是我这样讲，就是川普有点类似像毛泽东搞文革一样，就绕过这个建制派，直接诉诸选民。那这个是民主里头的极端，就直接民主民粹了，比较民粹了。那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川普特别是他认为总统完全是就是有所有的免责权。在任内，那这样的一个总统很可能就是帝王式的总统。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会认为说比较对民主比较大的威胁。那当然就是美国人也希望美国的总统是一个强势的总统不受这些好像不同的势力所控制。但是川普如果看起来强势很强势，但是问题是他的强势感觉上并不是为大多数好像整个美国人的利益，而是对他支持者的利益来看。他好像是很强势很好，但是对一些不是在他这个就是在他对立面的这些人来讲，那这样的一个强势很有可能就演变成像普丁方面的普丁一样的强势了。那像是拜登呢？选民对拜登的印象呢？我觉得选民对拜登的印象就觉得到底他能够帮我们就是第一个能不能够做完这一任，就是你的身体的状况；第二个都认为就是说。你这一种比较迎合少数主义或者迎合这些不同选民，那
这个包括对执法的一些问题的不够强势，所以造成美国我们刚刚还没看到特别去讨论治安的议题。我觉得治安的议题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这个就是跟移民议题又绑在一起，也跟移民议题又绑在一起。然后最近又发现美国有好多恐怖分子透过非法移民的就进来了那所以这些都是对拜登比较不利，就是又回到当年尼克森在1968年选举的时候强调的 law and order 这个法治秩序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嬉皮年代很乱嘛是。民主党给大家感觉上面就是大家而且有左派会闹场啊等等。那这一次我们看左派是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所以勉强去支持拜登。那会不会左派又觉得说，包括巴勒斯坦的议题，他们又有一些反对那这个是我觉得说给大家感觉上，共和党是看起来比较有这个整体的秩序感，而民主党给大家感觉上比较混乱一些。老师，那再回到这两位候选人身上，我们看到说，像参选人，然后现在看到说这个包括两位都有不是自己有官司，就是家族有官司。对。然后你觉得这个官司对于这两位参选人来讲的影响到底到哪里？我觉得川普他是我们在这样子看，就是他的官司他是一个铁氟龙，他的支持者完全不在乎他的官司，然后他自己也根本不接受人家说他有这个罪的问题。最近可能还要说讨论他有没有豁免权。对，豁免权，然后他也认为他完全都是清白的，这些都是政治迫害。拜登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认为确实他的儿子是做错事了。但是呢，你如果今天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攻击拜登，那拜登捍卫家庭的这个情绪是蛮高的，所以这个可能会戳到他的软肋就是说你去攻击他的孩子，那当然他也觉得说对不起孩子很多方面，但是你儿子确实但他也不能否认他儿子是确实有做错事，所以他也认为该受罚就罚，该关就关了可是川普不一样，川普就是完全否认，那完全否认反而对他的支持者来讲是比较强势那拜登的支持者，我相信也不会去特别怪罪拜登。美国跟台湾在这一点有些不一样，就是说不会把家族的一些问题硬扯到这个候选人的身上那候选人可能就是家里头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呢，你可以把它稍微分开来看。老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说，因为现在很多我看到有人在评估说，川普当选机会有60%，尤其在最近几次民调中，他在几个关键摇摆中，其实也是占尽了一些优势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那拜登还有机会逆转吗？尤其还有大概4个多月时间嘛。对。我觉得拜登当然现在就是在7个摇摆州里头其实真正讲起来是6个了那包括乔治亚州南部的乔治亚州跟这个西南部 Arizona 跟 Nevada 内华达州这3个，它是稍微是比较落后的。可这3个州呢，目前的民主党的参议员2个都是民主党参议员，那他们有没有机会透过你强的这个候选人，特别在亚利桑那州，能够把票再拉回一些那这个是一个，因为那个乔治亚州没有选参议员，然后内华达州也没有所以至少这一个是有一些。然后另外就是在威斯康星在这个密歇根跟宾州这3个，其实拜登比较机会还大一些特别在威斯康星跟密歇根，那密歇根跟威斯康星还有宾州的州长都是民主党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他今天表现不好，你知道很多的这些议员或者州长的候选人就跟你做切割了就是说不是说正式切割，但是呢大难来临他要自己选，他怎么样选赢，他就不跟你挂钩了。那可是我们看看这次如果选举的这次辩论完之后，大家觉得拜登还是民主党的一个代表性的话，他们愿意跟他挂钩，我觉得拜登还有机会。好，谢谢老师。